华为 Mate 60 Pro 使用了几天时间，系统版本呢一直都是测试版。今天的视频我们就根据这套测试版来分享一下这款手机的体验。今天的视频主要回答大家在评论区留言最关注的5个问题。第一个问题，这次屏幕变化带来了哪些改变呢？曲面屏啊，向来都是爱的爱死，恨的恨死啊！线上用户恨不得天天吐槽，这个曲面屏太难用了啊，太滑，握不住。可是，一到线下呢，发现平面屏又迈不过曲面屏。Mate 60 Pro 这一次终于迈出了屏幕的一小步，华为的一大步啊，画设了一个平面屏幕，3代同框浏览网页，40内容显示明显是最少的，60呢，它也不是显示最多的，是略落后于前代。因为在60上，华为有意增大了通知栏、时间和图标，更清晰易读，所以顶部空间占用的呢就更多了一些。我个人认为啊，60的解决方案是最全面成熟的。看21:9这种电影，40与60它几乎显示面积是相同的，但是如果我们看16:9的电影或者综艺，那么Mate 60 Pro 显示面积就要更大，看剧或者打游戏都有更好的体验，这是这一代屏幕变屏所获得的收益。更大的屏幕它也带来了不足啊，就是你握持手机的时候明显能够感觉到更宽了。单手掌控 Mate 40 Pro， 我的拇指可以轻松按到相机应用，而60上就比较吃力了。单手40 Pro 拇指能掌控到最远是这2款应用，而60上拇指覆盖区域呢就要比40短了一截。所以说Mate 60 Pro 它更适合那些喜欢大屏的用户，就是画面显示震撼、细节丰富。但是如果你追求单手操控的手感，我强烈建议等明年的 P70 系列，那个 P60 别买啊。第二个问题，卫星通话这个到底怎么玩啊？首先我来说一下卫星通话需要如何去开通。目前只有电信手机卡支持这项服务，就是移动、联通都不行。你只需要拨打10000或者手机 App 上就可以开通。你好，我咨询服务。你好，我想咨询一下，现在电信手机卡有一个手机直连卫星的套餐还是服务，我可以开通吗？可以开通，您是有那个手机终端了是吗？对的，现在是怎么样一个资费啊？现在收费标准的话就是10块钱1个月，然后有2分钟通话，然后短信还有这个短信服务，超出资费就比较贵了。拨打国内的9块钱1分钟，国际的电话就得按照20块钱1分钟了，卫星电话是50块钱1分钟，200块钱50分钟，那个是相当于一个套餐包是吗？它就是200块钱50分钟，30天之内用完，用不完就失效了。明白，那先帮我开通那个10块钱1个月的吧。行，这边给你已经开通成功了，先生。然后大概就是2个小时左右生效。需要说明 ，Mate 60 Pro 它支持的是天通卫星，但是不支持北斗卫星。好家伙，这卫星服务都卷起来了啊！和北斗卫星不同，天通卫星呢，它要求你手机卡必须在手机中，而且你不能开启飞行模式，这才能够使用。之前我们使用北斗卫星测试的时候，手机是可以离开卡，然后发送卫星消息的。我们现在呢，来打开一下这个卫星通信。好，他说请到这个开阔场地啊，大家注意。到这个位置的时候，我右上角就从电话的那个电信网络变成了一个卫星啊。他说正在连接，已对准啊，请确保方向内无树木或者建筑遮挡。大家看，现在连接成功了，能看到吗？首先右下角这个是短信，左边是电话。那我们现在呢就来拨打一下电话，看看效果啊。哎，哦，它这个卫星这是一个浮窗，看到了吧？然后我们现在来拨打一下我的电话，好，现在打通了，听见了吧？好了，现在已经接通了，给大家看一下。现在已经接通16秒钟了。大家现在听到的呢，就是我通过卫星通信，右上角是一个卫星通信。目前华为全系啊，只有 Mate 60 Pro 加是同时支持天通和北斗2个卫星服务的，就说这 Pro 加这个钱啊没白花。哎呀，你看看，还恰好拿到了2台 Mate 60 Pro 加。需要说明啊，我可不是为了跟大家显摆啊，我这就是一个展示手机背面，一个展示手机正面，方便大家看得更真切。在这儿。第3个问题，那作为一款奇奇怪怪网络支持的手机啊，Mate 60 Pro 它的网络速度到底表现如何呢？第一轮
用户量最大的移动组对决，Mate 40 Pro 下载速度达到了309的高分，而 Mate 60 Pro 呢，则更是跑出了363的好成绩，强势碾压老大哥啊！Mate 50 Pro 它也值得鼓励啊。接下来联通组对决啊，Mate 60 Pro 达到316啊，但是 Mate 40 Pro 这一轮强势反弹，砍下320的高分，将大比分扳成1-1平。Mate 50 Pro 呢，继续保持了稳定的排名。需要说明，我的移动和联通卡都没有开通千兆 5G 流量，所以说超过300之后就会相应的限速。那么巅峰对决，电信手机卡究竟鹿死谁手呢？1、2、3，走你！好，现在突破100了，突破200了，突破300了，看能不能突破400啊？390、395，在这个位置 ，Mate 40 Pro 它的速度是396。那我们现在来看一下 Mate 60 Pro 啊，同样打开这个软件，1、2、3，走起！看一下这个速度啊，突破200，突破300，突破400，突破500，突破600，突破600，突破700。最后是能不能突破800？突破874，同学们，这是只用数据卡，这好像比我那 Mate 40 Pro 还速度还快了。Mate 60 Pro 最后拿下了874的高分啊，总比分2-1，最终获得胜利。其实对于很多用户 ，Mate 50 Pro 那个网速呢，它完全能够满足日常应用。其实没有那么多人说每天有几百兆的使用场景需求，但是呢，就会让人觉得不爽，就差点意思。而现在 Mate 60 Pro 它最大的价值在于让用户终于能够说出那一句：“哎呀，舒服了。”就是这种感觉。今天想回答大家的第4个问题就是。支持更快网速的这款手机在功耗控制上表现又如何呢？续航会不会崩溃呢？实测目前唯一一款已经适配高帧率的王者荣耀啊 ，Mate 60 Pro 的平均帧率要略弱于50 Pro 一丢丢啊，但是在平均功耗和耗电量上则要比50 Pro 更好一丢丢，发热直接降低了1.5度。50呢最高温度出现在屏幕拇指按压这个位置，就玩游戏的时候你操作越秀越烫手指头啊。但是60呢最高温度出现在手机后盖上，游戏的实际表现呢和前代接近，就没有大惊喜，也没有大滑坡。但是需要说明啊，我目前拿到的是工程样机的版本，说不定后续量产版本的固件会带来更多提升。华为嘛，大家都知道，就海量的工程师全在后边给你玩命的写代码啊，真的是有多少人工就有多少智能。一个小细节啊，作为 Mate 系列首款支持 LTPO 屏幕的型号，那 Mate 60 Pro 支持在角色被干掉之后，就是读秒那个阶段，自动降低到60赫兹屏幕刷新率，去实现更加省电的操作。看到了吗？我现在死了之后，我的这个画面帧率就掉回到60帧了，然后现在复活之后又升到120帧了。同样播放 1080p 在线视频1小时，那40耗电8%，50耗电10%，60耗电7%。刷短视频这个场景 ，Mate 60 Pro 是3代旗舰中最省电的。在刷微博或者刷新闻这个客户端这个场景 ，Mate 60 Pro 依然是3代旗舰中最省电的。好了，我们现在来测试一下3代 Mate 同时拍摄4K 60帧的视频。好了，现在呢已经录制了10分钟左右的视频啊。我正面现在毫无疑问，左边 Mate 40 Pro 温度是最高的 ，Mate 50 Pro 是中间一点 ，Mate 60 Pro 温度应该是最低的。背面呢依然是40 Pro， 它的温度是最高的，能看出来吧？50和60它的最高温度实际上是差不多的。需要说明 ，Mate 40 Pro 其实已经是3年以前的设备了，50也是骁龙8加，所以说呢，在功耗控制上超过这2款产品本身也并不能说明Mate 60 Pro 功耗有多强。但是我相信，目前打算购买这款手机的用户群里有大量的40和50的用户，对不对？他们在观望，在等待。说真的，这一部分用户不需要60有多强，只要不崩就可以放心的入手了。如果我横向对比目前最新的骁龙8 Gen 2机型，那么目前 Mate 60 Pro 功耗呢还是要高一些啊，怎么也得给 Mate 70你一些提升的空间，对不对？我认为对于目标人群的影响几乎可以忽略不计。充电方面，这次升级到了88瓦快充啊，需要提醒大家，只有在充电的时候你按住手机屏幕才能够解锁88瓦快充，否则呢就是标准充电。实测88瓦5分钟充电量23%，30分钟充电量96%。除了打游戏、刷微博这些应用功耗之外， Mate 60 Pro 还实现了一个之前在 Mate 50 Pro 上被迫拿掉的功能，没错，就是智慧感知。这是华为在40那一代加入的一个新功能。由于 Mate 50 Pro 上它更换了芯片，导致原本需要超低功耗才能够实现的智慧感知功能被迫舍弃。而在这一代，智慧感知回归啊！首先，大家最期待的就是瞄一眼自动显示时间这个功能回归了。
当我不看手机，这个手机就是熄灭的状态。然后这个时候呢，当我抬头去看一眼，看到了吗？它会缓缓的亮起，然后显示时间，显示剩余电量。如果你这时候有消息，它会显示新消息。然后我来给大家测试一下，它是根据脸来识别，还是根据眼睛来识别？我现在闭着眼睛转过去，它是根据脸还是根据眼睛？我先睁眼，哦，它是根据眼睛。第二，除了自动点亮屏幕，增加了根据你的位置改变，然后熄屏提醒，它会跟着你移动的这样一个功能。右边移动，看到了吗？然后向我左边移动，哎，你看下是可以的，上是可以的。所以说之前我就看到过一个新闻，说每当人们看那个蒙娜丽莎那个画的时候，总觉得那个蒙娜丽莎眼睛在盯着自己，实际上它是有一个随动表情的。第三，50系列上被取消的隔空手势回归，除了隔空翻页之外，响应速度也要比之前的 Mate 40 Pro 更快更灵敏。好了，我现在来同时测试一下 Mate 40 Pro 和 Mate 60 Pro 它们在隔空手势操作的顺滑程度啊。大家看，我现在伸出我的小手，两个都识别出小手来了，对吧？往上滑，往上滑，往上滑。大家可以看一下，看不看到 Mate 40识别出现了一个错误，然后继续往上滑，往上滑，往上滑，看到了吗？为什么它会出现错误呢？就是因为它在识别的时候速度不够快，所以当我从下往上滑这个手势，它没有识别到。第四，根据人眼方向旋转屏幕，这个60依然不支持。当我侧着看手机，看到了吗？只有 Mate 40 Pro 它可以实现屏幕内容跟着你的头的方向去旋转，比如你躺着玩手机的时候，它就不会因为手机横屏而颠倒。然后当我再转过来，看到了吗？第五，依然支持质感支付，自动识别扫码箱弹出支付码，这个我用了几次，识别速度倒不是最大的问题，主要问题就是你得和那服务人员沟通啊。就我每次把手机直接这么摆过去的时候，那服务员都说你先打开一下那个二维码。这不他这个吧，他应该有能弹出来，您能帮我扫一下？那个眼神啊，那个眼神就充满了关爱啊，所以后来我用这个功能用的就比较少啊。第六，质感扫码特别棒。大家看啊，假设现在这儿有一个二维码，我想啊吃麦当劳完了开发票，通常来说我们需要找一个 app 对吧，点进去，但是现在 Mate 60 Pro 只需要放在这儿，看到了吗？识别二维码点它，就出现这个小程序了。我觉得这个你看，你就直接开单次发票，我觉得这个真的是太方便了。而在这些功能背后所支撑的，就是超低功耗的摄像头感知，在不费电的情况下，实现了一系列的功能。有同学说了，哎呀，这个摄像头啊，它会不会侵犯我的隐私啊？先跟大家说，这些都是本地神经元网络，它不涉及到云端。另外，归根结底，就这些功能啊，它都可以关的啊，都有开关的。我相信大家关注这款手机最后一个问题啊，可能也是很多同学最关注的，就是它的拍照。但是呢，由于我目前手头上依然是工程样机，所以说它还差了一个固件版本才能够达到量产级的水平啊。这个部分我就快速给大家过一下吧，我就不展开了。首先 Mate 60 Pro 它的主镜头硬件参数呢是和 Mate 50 Pro 是完全一致的，依然支持10档可变光圈，可以在拍摄美食或者是近景的时候自动去缩小光圈，然后在这种暗光环境中呢会自动的放大光圈。至于这颗长焦镜头呢，是和 Mate 50保时捷版本保持一致，就本身它是一个3.5倍长焦，同时又支持长焦微距。以上就是我在现在这个系统版本还不完善的前提下，给大家挖掘的 Mate 60 Pro 的所有功能，屏幕、拍照、内存、充电这些场景都有提升，但这些场景都不重要，最重要的是华为终于重新回到了舞台中央。3年前的10月，华为带有一丝悲壮色彩的发布了可能是华为手机有史以来产品力和影响力最巅峰之作 Mate 40 Pro， 大家还有印象吧？那个时候哇，真的是抢购啊！当时呢，其实很多人都已经知道了下一款手机就要被限制了，所以说那会儿我去做那个视频的时候，越激动就越遗憾。在接下来的3年时间里，几乎华为的每一款重要的产品我都制作了视频。制裁半年之后发布的 Mate X2 折叠屏，大家还记得吗？它当时楔形的设计，用上了最后的麒麟芯片，当时就有一种耗尽最后一丝气力的那种感觉。2021年6月，鸿蒙驾到，靠手机带动生态，再靠生态反哺手机的大策略落地。21年上半年，影像旗舰 P 系列被迫延期，下半年才最终发布。同年，家族旗舰 Mate 系列延期。现在回过头来看的话，2021年应该是华为手机非常艰难的一年。但是进入2022之后，节奏开始逐渐恢复。4月底发布超轻折叠屏 Mate X2，到9月初 Mate 50系列重新回归，再到今年春天 P60 系列准时亮相，折叠屏数字旗舰 Mate X3 回归，再到我们刚刚这个9月
Mate 60系列以摧枯拉朽之势的状态炸裂登场。余承东在发布会上说：“轻舟已过万重山，但是我跟随华为的脚步一路走来，我深知它不是扁舟轻舞，而是背后积蓄了无数人努力的巨轮转舵。Mate 60系列毫无疑问会大卖，这是过去3年累积的购买力的爆发，但这不是结束，而是一个开始。在真正实现全面自主研发的道路上，只会更崎岖，只会更艰难，也只能更勇敢。我觉得今天我们可以放松心情，尽情的歌唱，享受此时此刻的快乐，然后再收拾起行囊，踏上新的征程。毕竟，明天太阳又会照常升起。好了，以上呢就是本期视频的全部内容，我是钟文泽，我们下个视频再见。